我們已經到了一個畫面不再是平靜，遊戲創意才是平靜的時代。這是蝙蝠俠阿卡姆骑士，一款在2015年發售的作品。整整11年過去了，如果把這一段畫面偷偷塞進2026年的新作展示裡，它看上去依然不會有任何的違和感。更誇張的是，這款遊戲甚至用的都不是當時如日中天的虛幻4遊戲引擎，而是 Rocksteady 深度魔改的虛幻3。然而阿卡姆骑士還不是孤立，同是2015年的合金裝備5幻痛，2016年的战地1 2017年的星戰前線2，以及很多10年前左右的游戏作品，如今看上去同樣没有多少屬于老游戏的时代痕迹。可如果我們在2016年回頭看2006年的游戲，幾乎一眼就能看出兩邊的遊戲屬於完全不同的時代。我的意思不是說遊戲的畫面已經徹底的停止了進步，而是現在的畫面進步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輕易的制造出一道肉眼可見的世代鸿溝了。曾經一款新游戏只要畫面更好，就能讓舊游戏自然的过时。可今天，当新作已经无法再通过画面淘汰旧作，10年前的游戏反而开始成为了新作最直接的竞争对手。真正稀缺的已经不再是更高精度的材质和更加复杂的光照了，而是如何用这些技术塑造出风格独特且难以替代的视觉体验。可讽刺的是，为了让玩家看见那些越来越难以察觉的进步，新的游戏却还在继续向画面里堆积更多的纹理、植被、反射和粒子特效，结果有时反而让画面变得更加模糊、更加混乱，运行起来也更加吃力。就拿玩家反复吐槽的黄色游戏来说，它恰恰暴露了这场画质军备竞赛里最荒诞的一面，那就是游戏越做越真實，玩家卻越來越依賴那些最不真實的視覺提示。所以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聊當畫面進步的邊際效益越來越明顯時，它會給遊戲行業帶來怎樣的衝擊，以及為什麼說畫面裡的細節堆得越多，開發者的遊戲設計有時反而越難被玩家看懂。到歡聊9頻道，我是老九。當老遊戲的畫面不再過時，大部分新遊戲根本毫無優勢。過去的每一次主機換代都像是在舊遊戲和新遊戲之間豎起了一道技術的圍牆，分辨率模型、貼圖、骨骼動畫、光照等等等等，只要完成一次跨越，上一代的遊戲作品就會迅速暴露出他們的年齡。從 PS1 到 PS2 到 PS3 再到 PS4， 那時的玩家每購買一次新的遊戲、新的主機，不只是為了新的內容，也是為了體驗一種舊硬件上根本無法呈現的視覺習慣。但是從 PS4 和 Xbox One 這個世代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高清貼圖、成熟的面部捕捉和後期處理已經建立了一套足夠接近現代標準的視覺底線。後來的光線追蹤、毛髮模擬等技術當然都是進步，只不過他們解決的是陰影夠不夠準確，反射裡少了什麼，皮膚在特寫鏡頭裡是否足夠自然，這些細枝末節。這些差別放在靜態的對比圖裡可能很明顯，可一旦鏡頭動了起來，玩家還要觀察敵人路線和操作反饋，大量的計算最終只變成了畫面邊緣一處很難注意到的反光。這其實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新舊遊戲競爭的方式。以前的實體零售店會把老遊戲從貨架上撤掉，主機的架構也會替廠商強行完成一次市場的清空。可越來越普及的數字商店沒有貨架面積， PC 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世代終點，只要系統仍然兼容，廠商沒有無端的下架，一款遊戲就可以一直躺在玩家的願望單和庫存裡。就比如說 Xbox 的向下兼容為4個世代的數千款遊戲提供了支持，一部分作品不需要開發者重新制作，就能獲得更高分辨率、自動 HDR、更快的讀取時間和 FPS 的增強。於是一款10年前受限於主機性能的遊戲換到今天的硬件上，最明顯的缺點反而被系統自動修掉了，它不需要重置，也能以更穩定、更清晰的狀態重新回到玩家的面前。無論是 PC 上的長期兼容，還是主機上的向下兼容，最終造成的結果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老遊戲不會再因為硬件換代而被迫退場，而是可以繼續活躍，繼續和新作爭奪玩家的時間。有些老遊戲甚至不僅沒有被續作取代，活躍度反而超過了自己的續作。戰地1就是一個非常直接的例子。截至2026年8月，它在 Steam 近30天的平均在線人數大約為6100人，而2021年發售的戰地2042只有1100人左右。Steam 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的平台，但是一款晚了5年發售的續作，它的 Steam 在線人數反而被它之前的作品拉開了數倍，就已經足以
說明問題了。玩家們回去玩《戰地1》，並不是因為他們分辨不出两款游戏的制裁精度，而是因為《戰地1》的戰爭氛圍、行動節奏、地圖設計、音效和視覺風格組成了一套更有說服力的整體體驗。新技術可以讓2042的場景更大，同屏人数更多，却不能自动生成《戰地1》裡獨有的那種撲面而來的氛圍感。畫質只決定了廠商能把多少東西放進屏幕，創意和美術方向才決定了這些東西放進去以後有沒有意義。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2017年的《星戰前線2》的身上。2025年，星戰衍生劇《安多》的熱播，星戰的紀念活動和游戲促銷共同把這款游戲的玩家重新帶了回来。它在 Steam 上的同时在線峰值一度接近 3.6 万人，反而刷新了登錄 Steam 以來的記錄。换成过去，这種文化热點通常會被用來推銷一款新作，可現在一款已經停止了大型更新的舊遊戲，同樣可以借着一次促銷重新佔據玩家的時間。更別提這款遊戲當時因為 EA 推出的抽卡開箱機制被噴得體無完膚了。現在的老遊戲不再需要等待續作來替代他們自己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市場，而且越來越真實的遊戲畫面其實已經讓玩家產生審美疲勞了。玩家並不是完全不在乎畫面，而是不再願意只為了畫面購買一款新的遊戲了。許多老遊戲的模型和貼圖或許早已不夠現代，可一旦真正玩進去，優秀的關卡設計、玩法系統和操作節奏依然能讓人玩得不亦樂乎。因為除了畫面，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地方是真正的過時的。更何況數字發行加上常年的促銷，已經讓許多玩家積累了一個可能永遠都玩不完的遊戲庫。這些老遊戲價格更低，內容也已經補全，性能問題早已修復，還有成熟的攻略、模組和玩家社群。於是乎，新遊戲面對的競爭對手將不再只是同一個月發售的另一款遊戲大作，而是玩家庫存裡過去10幾年積累下來的所有遊戲。新遊戲過去只需要證明自己比上一代更加先進，今天卻必須回答一個更殘酷的問題，那就是玩家為什麼要花70-80美元離開自己已經擁有、運行更穩定、玩法也更完整的老遊戲呢？如果答案只是一塊岩石擁有更高精度的紋理，或者水面多了一層實時反射，那它根本不足以讓玩家放下庫存裡那些至今仍然好玩的作品。而且一款遊戲能否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本來就不完全取決於寫實程度。20多年前的塞爾達風之杖，它的模型結構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非常的簡陋，可它的開發者卻用赛璐璐渲染、誇張的表情和大片的纯淨色塊，建立了一套直到今天仍然成立的視覺語言。再比如說2006年卡普空的大神，更是直接把日本的水墨畫變成了可以奔跑和戰鬥的世界，低精度的模型反而成為了承載筆觸與留白的畫布。又或者是 Super Giant 的哈迪斯，他們的開發者用手繪角色、強烈輪廓和清晰配色，讓玩家僅憑剪影就能認出奧林匹斯的眾神。技術的規格會被下一代硬件追上，美術的方向卻不會因為顯卡的更新而自動失效。真正優秀的視覺設計不是把現實複製的最準確，而是建立一套只屬於這款遊戲的視覺語言。所以我說畫面不再是瓶頸，並不是說技術已經沒有價值了，而是技術的任務應該改變。未來的遊戲引擎最有意義的進步，未必是把一塊石頭從100萬個多邊形提高到1000萬個，而是讓今天已經足夠好的畫面能夠在更多的硬件上穩定的跑到60帧，減少卡頓和着色器編譯的問題，縮短內容的制作流程，把開發者從重複的勞動中解放出來。技術真正應該做的是把更多的性能、人力和預算還給玩法、美術和創意，而不是繼續制造那些只能用放大鏡才能發現的差別。然而讓人有些意外卻又不那麼意外的情況是，許多 3A 大廠面對這種情況並沒有選擇退出畫質的軍備競賽，反而繼續加碼。在我看來，這個現象從側面反映出現在大廠的創意有多麼的枯竭。這其實就帶來了一個最近幾年越來越明顯的問題，那就是現代的遊戲經常搞不清楚畫面裡有多少信息和玩家能看懂多少信息之間的區別。遊戲畫面並不是一張只需要停下來欣賞的壁紙，它首先是一套實時交互的界面，玩家需要在幾秒甚至幾帧之內判斷哪裡能走，哪裡能撿，誰在攻擊自己，以及哪一種攻擊必須立刻躲開。因此遊戲需要的不只是精度，還需要信息的優先級。敵人應該從背景裡跳出來，可交互的物體應該和裝飾物產生區別，安全路線和危險區域也應該擁有不同的地形和地貌。如果一片森林的每片樹葉、每塊石頭和每一束體積物都在爭夺玩家的注意力，那麼在技術上它可能看上去非常豐富，設計上
上卻只是一團沒有主次的噪音。鏡之邊緣的誕生過程幾乎就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解釋。根據2026年 Design Room 對原開發團隊的口述採訪，這款遊戲早期並不是我們現在熟悉的白色城市，而是一套更接近當年主流遊戲的棕灰色主題，水塔、锈跡管線和各種寫實細節塞滿場景。這種設計並不難看，但缺乏辨識度，同時也帶來了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那就是當玩家在高速跑酷時，更繁雜的環境會讓模擬眩暈來得更快，玩家有的時候甚至不知道該往哪裡走。DICE後來主動清理場景，減少無意的細節，再用大片白色建築搭配紅藍黃色塊，才形成了今天幾乎不可能被認錯的視覺風格。更重要的是，紅色並不只是裝飾，欄杆、管道和跳板都會在玩家接近時變紅，把前進路線直接融進整個世界的视觉語言裡。它同樣是在涂油漆，但玩家很少覺得突兀，因為提示、玩法和美術風格從一開始就是同一套設計，而不是等場景完成以後再把一桶顏色臨時潑上去補救。這其實也說明黃色油漆本身並不是問題，它更像是問題最終導致的結果。玩家的眼前可能有幾十塊外形相似的岩石，可只有一塊可以攀爬。房間裡擺着上百件制作精細的物品，但只有一個抽屜能夠打開。現實世界裡的常識在這裡失效，玩家無法根據物體本身判斷它能做什麼，開發者便只能額外添加一種統一的顏色，告訴大家哪些東西屬於遊戲，哪些只是背景。最終幻想七重生就因為黄色攀爬的標記引發過爭議，但導演冰口直樹後來承認，遊戲確實需要某種方式告訴玩家能往哪裡走，能夠做什麼。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要不要引導，而是引導應該怎樣完成。換句話說，黃色油漆不是設計師突然失去了審美，而是場景的寫實程度與遊戲規則之間已經出現了裂縫。相比之下，真正成熟的設計往往會主動的犧牲一點物理上的真實性來換取可讀性。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就比如說軍团要塞2裡面就把9個職業設計成了完全不同的體型和剪影，同時主動控制地圖的裝飾密度，讓玩家即使隔着很遠也能迅速分辨出对方的職業。其實竞技類的遊戏玩家主动降低畫質、關閉草木和多餘的特效，同樣也說明了這個道理。當勝負取決於能不能看見敵人時，看清敵人永遠比看清敵人身後的每一塊石子更加重要。不過更麻煩的是，這些把互動信息淹沒掉的細節並不會因為對玩法沒有幫助就不再消耗硬件的性能。當開發者不得不用黄色油漆把少數真正有用的東西從複雜的畫面裡重新標出來的時候，硬件卻仍然在為周圍所有不能互動的紋理、植被、反射和粒子特效买单。於是細節堆積帶來的問題便從玩家看不清進一步變成了遊戲跑不動。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新遊戲會給玩家一種優化越來越差，甚至像是根本就沒有認真優化過的感觉。这种感觉之所以格外强烈，是因為在硬件資源最緊張的年代，優秀的開發團隊往往會想盡辦法把每一分性能都用在玩家真正能夠看見的地方。視野之外的場景不渲染，遠處的建築換成低精度的模型，燈光能提前計算，就絕不讓它在運行時實時處理，甚至還會圍繞硬件的限制重新設計關卡。寂靜嶺用濃霧遮住 PSE 有限的繪制距離，最後反而創造出了系列最標誌性的恐怖氛圍。初代古惑狼為了塞進更精細的場景，會隨着玩家前後移動不斷從光盤調取和清除數據。由於剩餘的多邊形不足以放入更多的敵人，顽皮狗又設計出結構簡單、消耗極低的木箱來填充關卡。這些原本是為了節省性能而誕生的木箱，最後卻變成了整個系列最核心的玩法符號。那時的遊戲優化並不是開發結束前的善後工作，而是從一開始就參與到了遊戲的美術、關卡乃至玩法的設計當中。可現在的很多 3A 項目給人的感覺就是完全反了過來，開發團隊會先把高精度的模型、實時全局光照、反射、植被、毛髮、粒子特效全部塞進畫面，等到遊戲實在是跑不動了，再通過超分技術來保住帧數。超分技術原本應該是錦上添花的工具，如今卻越來越多的被開發者所濫用。今天的程序員他們可能花費了大量時間，才讓這些極其複雜的場景勉強的運行了起來。很多遊戲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套超出目標硬件承受能力的視覺方案，優化团队最後也只能替這個錯誤的目標去擦屁股。雖然說類似虛幻五這樣的遊戲引擎當然也有責任，像 Lanet、Lumen 這樣的技術本身開銷巨大，通用引擎還要同時兼容大量硬件、材質和渲染路徑，天然不可能像過去那些為單一作品量身定制的引擎一樣輕巧。但引擎並不能替開發團隊做出所有的決定，是否真的需要開啟某種效果，場景密度應該控制到什麼程度，着色器有沒有提前編譯，哪些物體應該被剔除，目標帧率和分辨率是否現實，這些東
東西仍然是開發者自己的責任。而現在的開發者根本就是先花費大量的性能，制造玩家在正常遊玩距離下幾乎注意不到的微小細節，然後再依賴最新的顯卡技術，把這些不必要細節產生的卡頓和問題抹掉。最後在宣傳截圖裡的單幀畫面確實更加複雜，真正操作起來的動態畫面卻未必更加清晰。過去的優化是在有限的性能下盡可能的保住畫面，現在的優化卻像是在無限的堆料之後再去決定如何犧牲幀率和分辨率，根本就是本末倒置。Later. 說到底，畫質并没有真正失去意義，它只是失去了過去那種仅憑更好看就足以定義下一代遊戲的權利。遊戏当然可以繼續追求更加真實的光影、制裁和動畫，但在把它們稱作進步之前，廠商至少應該先回答自己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東西究竟是讓玩家的遊戲體驗變得更好了，還是只是讓技術的參數變得更加好看了？技術可以解決遊戲應該被如何呈現，卻無法替創作者回答這款遊戲為什麼值得被玩。好的畫面或許能讓玩家停下來多看一眼，但是真正決定他們是否繼續玩下去的，始終是畫面背後的設計。所以下一次真正讓玩家感受到世代跨越的東西，肯定不會是 8K 分辨率或者更加準確的光線反射，而是一種前所未見的玩法，一個讓人忍不住想要探索的世界，或者其他任何只有遊戲這種媒介才能提供的經歷。遊戲沒有必要繼續和現實比賽誰更像現實，因為遊戲真正不可替代的價值本來就是帶我們體驗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一切。遊戲的畫面已經到頭了，但屬於遊戲創意的競爭才剛剛開始。Anyways， 歡迎收看地圖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有對老遊戲和遊戲畫質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